陈卓是一名蛇科专家，父亲在20年前救蛇的过程中不慎被咬伤，因为抢救不及时，最终丧命。他遵循父亲留下的遗言，继续着父亲生前的研究工作，编撰《世界蛇类图鉴》。同时，陈卓不想父亲的悲剧再次发生，决心搭建一套全新的独立于现在医疗体系之外的毒蛇救治体系，名为“半小时血清计划”。即只要是在华夏境内，不管身处何处，都能在30分钟内得到相对应的毒蛇血清。这项计划难度之大，前所未有，没人相信能成功，业界都等着看他的笑话。陈专家，小区6幢1004的家里发现毒蛇，孩子被咬伤送医，毒蛇咬完孩子就跑没影了。我们消防队把房子搜了个遍也没找到，医院那边要求我们明确毒蛇的类型才能注射血清。医院那边还可以给多长时间？最多1个小时。知道了。他在干什么？在探查蛇爬行过后留下的痕迹，因为蛇的皮肤会分泌少量粘液，以保持身体潮湿，减少爬行时候的摩擦，所以蛇爬行过的地方多多少少会留下粘液痕迹。是蛇！蛇最后出现的位置就在这个卫生间。不会吧？这才不到10平米的地方，一眼看到头，怎么能藏得了蛇？蛇善隐藏，总有些特殊通道是我们想不到的。特殊通道？比如？会不会蛇已经从这里跑出去了，只是痕迹太浅，没有被发现？不可能，它一定还在这里，我闻到蛇的味道了，还有它吐信子的声音。是蛇！是土公蛇，学名短尾腹，葵科亚洲附属。蛇抓到了，是短尾腹。蛇抓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所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。对了，记得多撒点驱蛇粉预防一下。好，这次多亏了您帮忙，下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，那您先忙。陈科长，刚刚有一位自称是您老同学的人过来找您，我安排他在您办公室等待。老同学？那家伙怎么又来了？真是阴魂不散。哎，小卓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听说你又跟赵队长抓毒蛇去了，这次又抓了什么蛇？无可奉告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还是那件事，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过来跟我一起干，我绝对亏待不了你。跟你一起干？干什么？走私啊？哎，说什么都这么难听。我那些买卖有时候程序是有点不对，但无伤大雅了。很多毒蛇国家是不让买卖的，但钟英哲是个没有底线的毒蛇贩子，只要有需求，钱到位，不管是多么危险的毒蛇，他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。我有渠道，你有技术，咱们俩就是天造地设了一对，跟我干，1个月能让你轻轻松松赚个几百万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走吧，我还有工作。我们俩认识了20多年，这么点忙你都不肯帮我吗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陈卓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没有底线的蛇贩子，让我帮你做梦。不是，那些毒蛇不就是一群畜生吗？你跟他们共什么情？那猪牛羊不也一样到处买卖，怎么不见你共情？再说了，你忘记你爸是怎么死的了吗？你再不走，信不信我揍你？别，老同学，这样不好。陈卓一向说动手就动手，没得商量，这时候还是保命要紧。科长，土公蛇处理妥当了。另外，这是赵队长刚发来的照片，说孩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这伤口不对，咱们带回来的是条成年蛇，牙齿粗，而照片上孩子被咬的伤口又细又浅，这明显是一条幼蛇咬的。所以我们带回来的那条蛇并不是咬伤孩子的蛇，真正咬伤孩子的蛇还在那间房子里。快给赵队长打电话。喂，陈专家，有什么事吗？1004屋子里面还有毒蛇，让那一家人先别回家。啊？可他们半小时前就回去了。靠！可千万别出事啊！陈专家，刚刚你电话里什么意思？1004还有蛇？我们先前抓回去的是一条成年短尾腹，但从伤者的伤口判断，它是被幼年短尾腹咬伤，绝对不是我们抓的那条。那1004那家人？不好，出事了！陈专家，你这是？家人都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一名穿着围裙的年轻男子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
脸色发白，四周围着不少人。出什么事了？蛇，我老婆被蛇咬了。啊，你家有蛇？不是说上面1004的家里有蛇吗？天啊，他家也有蛇。我们这栋楼到底有多少蛇啊？你家有蛇？陈卓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客厅地板整洁干净，没有看到蛇。闻到蛇味了，这么浓的味道，说明这间屋子里面起码得有7、8条蛇，甚至更多。好惨，床上和地上全都是蛇游过的粘液痕迹。这个女人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赵队长，帮忙联系110跟120。已经在联系了。你老婆？对，刚才什么情况？我刚在厨房做菜，听到我老婆惨叫就跑过来看，结果看到好多条蛇在我老婆身上爬来爬去，还咬她，我吓得往外跑，然后就碰见你们了。陈专家，现在人死了，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，等警察过来之后要封锁现场进行调查的，千万不能破坏现场。我知道。糟了，蛇是从通风管道进入屋子的，他们在通风管道内可以随时进入这栋大楼的任意一户人家中。恐怕连排水管道也是他们的栖身之所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可能上厕所的时候，他们会从马桶深处钻出来咬人。你老婆怀孕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对我老婆做什么？你老婆肚子里有东西啊？有什么？蛇？蛇的攻击速度比人类快得多，如果贸然去抓，肯定是抓不到的。蛇会钻回尸体内部，只能诱捕了。来啊，咬我啊！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咬我啊！科长，桶来了。虽然抓住了一条蛇，但根据现场环境来看，这栋楼里面怕是还有很多毒蛇不彻底清理干净，这样的惨事还会接连发生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先通知整栋楼全体住户全部撤离，调动消防大队挨家挨户的拆解、清理所有管道，驱赶、诱捕毒蛇，并对小区进行大面积的清扫。步骤繁琐，任务很重。赵队长，接下来你有的忙了。还真是有的忙了。不过正常情况下，蛇是不会随意进入人类领地的。我们还是得弄明白这么多蛇是从哪来的，不然即便这次费力清理干净，以后说不定还会重复发生类似的恶性案件。有道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见负责人。经理，你们这有住户养殖毒蛇吗？我们这里是高档小区，不会有人养殖毒蛇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有这么多毒蛇，但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。什么线索？这片小区原来是一个生态保护区，后改建成了住宅区。据我所知，这片保护区似乎跟蛇有关，具体有什么关联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们可以找相关的专业人士问问。这还真得找专业人士问问，可这样的专业人士到哪去找啊？生态环境局的环境处处长江兰就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找他就行。怎么了？哪里不对吗？江处长，是我前妻。陈卓跟江兰已经离婚2年，两人还有一个女儿，孩子4岁那年，陈卓因同事失误被毒蛇咬伤，医院缺少血清，命悬一线。江兰动用了所有关系，及时找到血清，把人抢救回来。事后，江兰很后怕，要求陈卓放弃这份工作，不再跟毒蛇打交道。陈卓不同意，两人冷战几个月后离了婚，孩子判给了江兰。陈卓每个月可以探望孩子1次。没什么好尴尬的，没什么好尴尬的，这都是为了工作，事关那么多条人命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。江处长，有客人想要见您。先把人带去茶水间，我还有一些文件要处理，20分钟后见。我已经把人带来了，是陈卓陈科长。你先出去吧。今天还不到看望孩子的日子吧？我今天来不是要看孩子，是来找你的。专门来找我？难道是终于想通要和好了？太好了。你江南小区近期有大量短尾蝠出没，听说那个小区是由生态保护区改造来的，好像跟蛇有关，所以我来找你咨询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带给你的礼物。就说嘛，以他的性格，怎么会来道歉求复合？白高兴了，谁稀罕他的破礼物？哼！带着你的礼物出去。完蛋，又惹江兰不高兴了。其实我什么都不怕，最怕江兰生气。她和女儿就是我的软肋。我知道你不想跟我有交集，可我还是想请你帮忙调查，毕竟这涉及到上千人的生命安全。回去之后留意手机，半个小时后我会随时联系你。你愿意帮忙，太好了。
谢谢。哼，我可不是为了帮你，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而已。不管怎样，反正你答应帮忙就行，那我回去等你消息。陈专家，你见到人了吧？江处长怎么说？他让我等半个小时。行，那等吧。查到了，江南小区的原址确实是生态保护区，当时有个蛇乐园，里面有一片深水塘，就在六幢旁边，跟楼洞的下水口相通。每年5月到9月，短尾兔都会到水塘周围繁殖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片深水塘就是这次蛇的来源。你们找机器挖开那块地，应该能找到大量短尾兔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有事再联系我。开挖！3台挖掘车同时启动，挖开杂草和泥土后，水塘周围出现密密麻麻一大群蛇窝，每个蛇窝里面都有6、7条黄褐色、吐着信子的短尾兔，蛇身缠裹在一起。好家伙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至少说也得有上百条了。小心一点，不要伤害它们。我们是为了对短尾兔进行统一迁移，不是来屠杀的，一定要控制力道。消防队和警方通力合作，用了5个小时将所有蛇都清理装走，又对周围进行了地毯式搜查，确保没有任何一条短尾兔被遗漏。清理完蛇，需要将这片深水塘掩埋填盖，彻底断了毒蛇生存空间，再把6幢的下水口更换位置，并加装隔离网，彻底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好，我会安排的。不过这么多的毒蛇要怎么处理？总不能放生吧？当然不能，放生这么多毒蛇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，我们得给它们找个适合生存、繁衍并远离人类居住的地方。要给这么一大群毒蛇找新家，这个活可不好干。这种事也只有江兰能胜任了，也不知道咱宣城周围有没有这样的环境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向上级申报，在其他城市的生态保护区寻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今晚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遇害。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如果我能够及时发现抓到的毒蛇跟咬伤小男孩的毒蛇不是一条，早一点察觉6幢大楼有很多毒蛇的话，702的女人或许就不会死。这也怨不得你，谁能想到一栋楼里竟然有那么多蛇？我干了几10年，也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。21爹，科长，外面有个叫钟英哲的想见你。不见，每回见面说来说去不就是那件破事，听着就烦。可是他带着个小女孩，小女孩手里捧着一个黑白相框，两人站在研究所门口，好多人围着看，影响很不好。这个家伙又要玩什么把戏？要不然我让保安直接把他们俩轰走。如果只有钟英哲一个人的话，我肯定赶人，但现在还带了个小女孩，贸然轰赶一个小姑娘，实在不是我的作风。算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好。来，大家坐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如果是帮你抓捕毒蛇、全球售卖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你可以滚了。这回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我是想请你帮忙抓蛇，但不是为了卖，而是为民除害。什么意思？快，阿呀，把你爹爹的悲惨经历告诉这个叔叔，他能替你主持公道。叔叔，我爹爹被一条大蛇吃掉了，我想请你帮帮我，抓到那条凶恶的大蛇，替我爹爹报仇。什么东西？我没听错吧？大蛇吃人这种事情，我只在电影里面看到过，现实中一次也没听说过。这玩意能有可信度吗？他不是你请来的演员吧？为了找我帮忙抓蛇，撒这种无聊的谎。我没有撒谎，我跟爹爹去山里打野兔，回村路上我想要喝水，结果从河水里面窜出来一条大蛇，爹爹为了救我，被大蛇拖进河里不见了。最近几个月，二丫他们村附近不少人都遭遇大蛇攻击，家畜更是被吃掉了一大堆。他们对外发布赏金，谁能抓住大蛇就给30万。小卓，我俩联手抓住大蛇，你落个为民除害，我落得顺手发财，大家各取所需，如何？我可以去抓蛇，但赏金我们1人1半。啥？小卓你变了，你以前帮人忙都是不收钱的，你的美好品质哪里去了？你堕落了？不收钱也行啊，这次我俩过去纯帮忙，分文不取。其实我觉得1人1半也挺好。他们村在哪？岭西。陈卓向所长说明了情况，请了1周的长假，跟钟英哲、二丫一起踏上了飞往岭西的航班。您就是宣城赫赫有名的捕蛇专家陈卓吧？幸会。您能来我们村就有救了。之前来了几拨人都不靠谱，没抓到大蛇不说，还在山里面迷了路，差点没饿死在山上。我们为了自救，还成立了大蛇防卫队呢。我是队长，
胡对，我们在半山腰发现一张崭新的蛇皮，很长，可能是大蛇蜕下来皮。陈专家，我们一起上山看看。好。二丫留在家里，胡云志带着陈卓、钟英哲一起上山。就在那，粗略目算，这蛇得有4、5米长。好家伙，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蛇皮，这家伙也太大了。能吃人的蛇当然是大家伙。胡队长，麻烦你让人把蛇皮从树上完整的取下来，用尺量一下有多长。好。陈专家，蛇皮长4.87米。4.87米还只是蛇皮的长度，大蛇在蜕皮之后会变得更粗更长，真实长度怕是超过5米了。事情比我想象的严重的多啊！你搞得定吗？要是不行，千万别逞能。这钱我宁愿不赚，也不能把小命搭进去。如果连我们都撤了，村民还能指望谁？行不行的，是过了才知道。陈卓沿着大蛇游过的痕迹一路追查，最终来到了苍兰河边，痕迹消失在河流中。果然如我所料，大蛇通过河流可以随意进村，可能为大蛇提供很好的隐蔽性。不管是发动攻击还是逃生，它只要钻进河里，基本上就拿它没有办法了。果然是专家，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现的事情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蛇在蜕皮时会消耗大量的能量，蜕皮之后往往需要进食补充体力。胡队，我猜他最近肯定会发动攻击，这几天一定要让村民做好戒备，稍有差池就会有人葬身蛇口。您说我们要怎么戒备？你在苍兰河跟河西村之间找一处水流平缓、宽度较窄的地方，设置多道用渔网进行拦截，彻底切断大蛇进入河西村的通道。明白。可是如果大蛇已经顺着河流游到村庄附近了呢？所以还要有第二步，防卫队需要对村庄附近的河道进行勘察，一旦发现大蛇踪迹，即刻汇报。对了，也让村民将门窗关好，同时把家禽、家畜放出来。大蛇要来，不是应该把家禽、家畜关好吗？怎么还要放出来？这叫做弃车保帅。如果前面都失败了，大蛇还是进了村，那么就可以用牲畜来吸引它，供它捕食。如果大蛇吃牲畜吃饱了，那人不就得救了吗？我懂了，这就去办。下雨天是大蛇猎杀的绝佳天气，雨声会覆盖它游动的声音，雨水冲刷泥土的味道更能掩盖大蛇的气味。这几天危险系数更大了。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防卫，360度无死角，相信不会出事的。不过我们不能一直被动防守啊，总这样绷着，人会吃不消的。别着急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大蛇会在这几天进行捕食。大蛇吞食猎物之后，需要安静躺着，慢慢的消化猎物。我们只要在那时候找到它，给它致命一击即可。而且雨天过后，地面泥泞不堪，会很容易发现大蛇游动的痕迹，要找到它也简单得多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懂了。娃娃，别哭了，奶奶来了。啊，娃，我的娃娃呀！蛇，是蛇，快追，不能让这个畜生跑了。干！又让他跑了。为什么？明明都已经做好了全面防卫，大蛇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胡队长，你确定都按照我说的去做了吗？我绝对是按照您说的部署的，真的没有一丁点的疏忽。难不成这条大蛇是幽灵吗？能在水中遁形？娃娃没了，让我怎么跟儿子儿媳妇交代？让我怎么活啊？老天爷啊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小卓，那条大蛇凶残又狡猾，如果不能搞明白它是如何逃脱重重防卫，只怕不用多久还会有无辜的人葬身蛇口。这我当然知道，一个3岁小娃娃可满足不了那大家伙的胃口，他必定还会发动袭击，要不然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烦了。大事不好了，刘神死了。刘神也被大蛇咬死了？不是他上吊自杀了，因为害怕儿子儿媳回来责怪他，就趁人不注意，用绳子在卫生间上吊，等发现的时候，人已经死了。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大蛇是怎么逃过重重防卫，窜入刘婶家中作恶的？除了苍兰河，还有别的通道可以将村庄跟山脉连接吗？没有，只有山路跟水路，2条路都封死了。
真的没有吗？有，还有饮水渠。之前我跟铁柱他们就在饮水渠打鱼，那些鱼就是从苍蓝河冲进去的。对，还有饮水渠。河东村的南边有一片农田，那边离河远，没有水流经过。为了能灌溉农田，就挖了一条饮水渠。那条饮水渠从上游引水，再从下游汇入苍蓝河。也就是说，饮水渠刚好避开了我们设置的拦截网。如果蛇真的是从饮水渠过来的，那它应该先抵达河东村，那遭受攻击的就应该是河东村，不该是我们河西村啊。可现在河东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倒是我们村频频遭受攻击。不管如何，先去饮水渠看看。是蛇林，所以大蛇真的是从这条特殊通道抵达村庄的。胡队长，那一块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围了起来？应该是河东村村长家私人承包的鱼塘，用围墙围起来是防止有人偷掉。为了防人偷掉，用隔离网不就好了？简单实用还省钱。那红砖高墙里面绝对不仅仅是鱼塘那么简单，搞不好会有大蛇袭击河西村的真相。走，过去看看。门做的这么厚重，门缝也完全用水泥封死，生怕人看到里面，绝对有问题。我们必须进去看看。胡云志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大白天带人来偷鱼。少胡说八道，我还没穷到要来偷你的破鱼，我们是来调查食人蛇的。你调查食人蛇跑到我鱼塘来干什么？我们怀疑食人蛇是从饮水渠进入的村庄，而饮水渠有一部分被你的鱼塘围在里面，我怀疑这里面有名堂，要进去查看。你怀疑我鱼塘有问题就要查看，那我怀疑你老婆偷汉子，也可以对你老婆查看查看吗？对面有30来号人，外加3条凶狠的大狼狗，我们这边才4个人，真的打起来，我们绝对要吃大亏，所以走为上策。村长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弄错了。如果食人蛇真的是从饮水渠进入的村庄，那最先遭受袭击的应该是河东村。可现在河东村安然无恙，就说明大蛇不是从饮水渠进来的。啊？可是你刚才明明说……村长，确实是我们太过鲁莽，给您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。我向您，也向全体河东村民道歉。软骨头，什么狗屁专家，你们就是俩软骨头。不愧是城里人，就是有素质。罢了罢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你们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河东村就是了。多谢村长。你们两个软蛋，看到对方人多一点就怂了，一有事就想当逃兵了。我真后悔请你们俩怂包过来，还听你们的意见布置防卫。滚滚滚，赶紧滚！谁说我们要走啊？你们收拾东西不就是要跑路吗？我们的目标是抓住食人蛇，替遇害村民报仇，还现在村民一个安宁。没必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耽误进度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明白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刚刚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处于劣势，所以你们故意服软，从而脱身。孺子可教。目前看来，村长家的鱼塘很有问题。胡队长，帮我们准备好黑雨靴和黑雨衣。今晚我们要夜袭鱼塘，探查真相。你就留在这给我们当外援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之前是我鲁莽糊涂，真是对不起。没事，快去准备东西吧。虽然黑色雨衣和雨靴能在夜里不轻易被人发现，但是村长养在鱼塘门口那3条恶狗机敏得很，一旦靠近就会吼叫，肯定会惊动河东村民的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妙计。虽然他们做好了万全准备，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万一还是出事了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做2手准备。搞定！这小子真阴，居然能想到给狗喂安眠药。实心铁门靠蛮力是打不开的，看来只能翻墙了。木板有点重，拿稳了。可算进来了，我倒要看看村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不是吧？就这么普通的鱼塘，为什么要设置重重阻碍，防止人溜进来？该不会真的只是为了防止偷钓吧？你看，饮水渠跟鱼塘直接相连，这像不像是给大蛇修建的服务区？大蛇饱了、累了、倦了，都可以游到这来休息。小卓，你的意思是食人蛇并不是野生的，而是河东村民饲养的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难怪一直以来遭遇攻击的都是河西村这帮畜生。现在一切都只是猜想，究竟是不是事实，还得看食人蛇在不在鱼塘里面。英哲，
你闻到血腥味了吗？闻到了，鱼塘怎么会有血腥味？小卓，我心里有点毛毛的。你说河东村这帮家伙到底搞什么玩意？这片鱼塘究竟隐藏着什么呀？继续看就知道了。好恶心，这里面到底死了多少动物啊？有东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跑啊！这什么怪物啊？跑得这么快？别废话了，快用手来！蛇躲起来了，赶紧逃！完了，这帮家伙的速度可真够快的，听到声音就立刻赶了过来，一点逃生时间都不给我们留啊！先别慌，随机应变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2位专家。你们大晚上不睡觉，来我鱼塘干什么？哎呀，被发现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其实我们就是来偷几条鱼，结果还没得手就被你们发现了。那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赔钱。不用编了，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。你们其实已经发现了吧？你表面上是养鱼，实际上是给大蛇提供休息地，让河西村民饱受折磨的食人蛇是你们河东村饲养的。你们就是一群人渣。小卓，你疯了吗？你说了实话，他们还会放我们走吗？你认为我们撒谎，他们就会相信我们什么都没发现，然后乖乖放我们回去吗？不愧是专家，没错，不管你们说不说，我都不会让你们活着出去的。等一下，你们现在只是养巨蟒而已，死人不一定和你们有关系。如果你们杀了我们，那就是故意杀人。要是被调查出来，你们是要坐牢的。不需要杀人，打断他们俩的腿就可以了。河东村信奉蛇神，神婆是能够传递蛇神意志的中间人，很受敬仰。婆婆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最近河西村的防卫过于缜密，蛇神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享用祭品了。这2个人主动送上门给蛇神大人当祭品，那我们何不顺了他们的意，把他们俩的腿打断，丢进鱼塘？就算以后东窗事发，警方也只能查到他们是在追捕蛇的过程中被蛇神大人给吃了，查不到我们身上。有道理，那就按您说的来。活一个好过死2个，跟小时候打架一样。我拖住他们，你回去搬救兵。想跑没门！你们以为我只养了3条恶狗吗？蠢货，我的手段多着呢。还好我机智，提前让人盯着河东村这边的动静。我没事，快去救陈卓。兄弟们，救人！快打120！胡队长，袭击河西村的食人蛇并不是野生的，而是河东村民饲养的。这片鱼塘就是饲养食人蛇的场所。怎么会？虽然我们2个村子不和，但也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吧？难怪食人蛇一直以来都只攻击我们河西村，从来不对他们河东村下手。还以为是蛇神保佑他们，原来食人蛇就是他们饲养的。这帮人渣，统统都该去死！是我们饲养的又如何，能够被蛇神大人吞食？是你们河西村民的福分，你们应该感恩才对。早问的老太婆，你在放什么屁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，那可是好几条人命。你们河西村没有信仰，全都是一群该下地狱的孽障。如果不是蛇神大人的庇护，你们村早就因为失去信仰而灭亡了。你说你们该不该献祭几条命来感谢蛇神大人？这个老太婆已经完全走火入魔，这年头不信神还有错了。世界上有没有蛇神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，你们供养的食人蛇并不是蛇神，它只是一条体型巨大、嗜杀成性的缅甸蟒而已。你放屁！你们不是为了信仰饲养食人蛇吗？好，我就把你们的信仰彻底击碎，让你们知道自己有多蠢。缅甸蟒是亚洲第2大蛇，头部小，瞳孔立直且呈椭圆形，背侧黑边云豹斑纹，腹部则是黄白色。所有缅甸蟒的特征，食人蛇全部具备，它100%是缅甸蟒，根本不是蛇神。你们都被骗了。不可能！当年我在山上差点被熊吃了，结果熊突然倒地抽搐，这条蛇就在旁边，是它救了我。不管你放什么狗屁，它就是蛇神。真是个疯子！陈专家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报警，把这些罔顾人命的混账东西抓起来。村长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。你不是说信仰蛇神就能获得幸福吗？我们为蛇神大人做了那么多，蛇神大人要保护我们啊！
不能让他们走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把他们全都弄死，也不能让他们把秘密带出去。不过现在不同于白天那回，现在的胡云志他们20多个人还都带着武器，不是说弄死就能弄死的。看来只能找蛇神大人帮忙了。啊！蛇神大人，这里有你最爱吃的美食，快出来享用啊！你疯了吗？不能这么做。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以前不都是用人肉作为药引子，把食人蛇的食欲给勾出来，然后标记河西村，让食人蛇发动袭击吗？蠢货，现在还没有标记，你把蛇神大人的食欲勾起来，只会引火烧身。蛇神大人是不会受到你控制，听你命令去攻击的。不好，食人蛇发狂了，快跑！大家都快出来，一起用力把大铁门给关上，把食人蛇关在鱼塘里面。神婆呢？神婆没跑出来，神婆还在鱼塘里面。蛇神大人，这是救过我性命的蛇神，更是我花费10多年时间培养起来的，如同孩子一般亲近的家伙，我绝不信蛇神会伤害我。蛇神大人，您不用害怕，虽然秘密被发现了，这个鱼塘不能再继续使用，但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给您寻找新的家，让您能够更加方便的食用祭品。不好，他要逃，快追！该死，又让他跑了。哎，你想啊，赶紧的去弄碗面，饿死了。我去吧。赶紧吃点东西，恢复恢复体力。昨晚真是吓死我了，好在你没有大碍。要是你有个3长2短，我肯定要被你前妻给乱刀砍死。我们都离婚2年了，我想他应该不会管我的事。得了吧，谁不知道你们俩是离婚不离心，两头倔驴，谁也不肯退让一步。虽然食人蛇的秘密被揭露了，但这条凶狠狡黠的大蛇一天不被抓住，我一天不得心安。不光你不得心安，我们大家都不得心安。那个死老太婆害人害己，养出来这么一条难搞的食人蛇，她一死百了，我们还得继续遭罪。其实我们还有机会抓到她。什么机会？那条蛇原本就非常饿，昨晚又耗费大量体力，还没有吃到任何食物，所以她现在一定非常迫切的想要进食。所以你是想利用大蛇的进食欲，将它从苍蓝河里面引出来，再斩杀它？没错。问题是，食人蛇那么狡猾，怎么才能把它引出来呢？血，血？对，就是血。你们记不记得，村长为了把食人蛇从鱼塘吸引出来，当场割下一名村民的肉，利用人血的味道让大蛇发狂，从而导致无差别攻击。是有这么一出。二丫和他爸在狩猎野兔时，身上肯定沾染了兔血。刘婶孙女被吞噬前，刘婶在给母鸡放血，2起袭击案件的共同点都是血，所以有血就能吸引到了大蛇。你这么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之前被攻击的河西村民家中也都有血。有的在杀鸡，有的在宰羊，有的甚至莫名其妙家里出现了血迹。不是莫名其妙，是标记。河东村民利用血来进行标记，然后放出大蛇，蛇会循着血的味道追踪到村民家中，对人发动袭击。那我们要怎么用血引诱大蛇出来？可以在山上靠近苍蓝河的地方布置一片血地，在血地上放置几头刚刚宰杀的新鲜家猪。蛇吃完那么多食物，动作会变得笨重迟钝，等它找地方等待消化时，就是我们斩杀它的最好时机。这个计划太棒了，简直万无一失！我现在就去找人准备材料，布置现场。等下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，你们布置好现场后，千万不能让人留下埋伏。那条蛇非常狡猾，留人下来，搞不好会被发现，到时候大蛇就不吃猪，改吃人了。可是不留人下来，怎么监视现场？怎么知道大蛇来没来？笨死啊！搞个远程无线监控不就好了？哦，也是哦，那我这就去安排。啊！河海，怎么是你？出什么事了？王学东被大蛇吃了。什么？胡对，真的是王学东的衣服，地上还有大蛇的痕迹。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谁允许你们俩擅自行动的？我也不想的，是王学东在医院病房外面偷听到你们的抓蛇计划，就叫我一起抓到大蛇，赚那30万。结果我俩刚布置好现场，在旁边蹲守时，蛇冲出来一口吃了王学东。那是不是该算你命好？大蛇吃完王学东就饱了，这才没有吃你。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。你们俩想钱，真是想疯了。这两个自私贪婪的狗东西坑死大家了！好好的诱捕计划被他们俩这么一闹，彻底失去了抓蛇的机会。这次大蛇吃的可是一名成年男子，想要完全消化的话，起码需要20天，也就是说，未来的20天食人蛇将不会再出来。
你也别想着20天后再用这个办法抓它啊！以那条蛇的狡猾程度，一定知道我们在诱捕它，下一次它不一定会再上当。陈专家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还能怎么办？收拾东西，准备搬家吧。这我们村大多数人在外面都没有住处，你让我们往哪儿搬啊？其实还有机会，诱捕食人蛇是肯定没可能了，但是我们可以追捕食人蛇。什么？小卓，你可别乱来！食人蛇吃了王学东，体重增加，行动缓慢，在离开的时候肯定会留下明显的痕迹。而且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地面潮湿泥泞，会更加容易追踪大蛇的去向。这么说起来，王学东的死倒是帮了我们大忙。这话有点难听，但也是实话，不是要故意侮辱死者的，勿怪勿怪。问题是食人蛇钻进苍蓝河里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虽然说缅甸蟒的水性极好，但也仅仅是水性好而已。它毕竟不是鱼，不可能一直钻在水里不出来，所以它现在一定藏在山上的某处。立刻召集防卫队员，带上工具，找到食人蛇，干掉它。明白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这一次再失败，就真的只能选择全村搬家。所以这次绝对不能再犯错。蛇的痕迹到这里就没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食人蛇应该就是躲进了这个山洞里休息消化。陈专家，您还有伤，先在这里休息，我们去布置陷阱。等等，有点不对劲，我总感觉大蛇就在暗处看着我们。他跑出去了，准备收网。死东西，让你吃我们那么多人，今天爷爷就让你也尝尝苦头。辛苦那么久，这次绝不能让你逃了。哪里跑？血迹到这就没了，这家伙估计就躲在这里。好阴险的家伙，居然趁机偷袭我，还好我闪得快。接下来只要等到大蛇的血流干，立即而亡就可以了。撑住，一定要撑住。什么情况？那是蛇吗？这真是蛇啊！不可能，开什么玩笑！这东西长度接近15米，宽度将近60公分，世界上最大的蛇也没有这么大的。刚才是梦吗？刚才那个难道是蛇神？没伤害我，还帮我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麻烦，这不是神明是什么？算了，先不管这些了。小卓，你跑那么快，我们都追不上你，4、5个小时找不到你人，我都以为你被食人蛇给弄死了。以后你能不能别再这样吓唬我？放心吧，这不是还好好活着吗？从伤口看，舌头不像是砍断的，更像是被咬断的。陈专家，你是怎么弄断食人蛇头的？如果我说食人蛇头是被蛇神咬断的，他们会信吗？就算他们相信，要是让外界知道蛇神的存在，难保有不法分子来诱捕蛇神。不行，不能让外界破坏蛇神的生存环境。不是我斩杀的食人蛇，它是被一头狗熊咬死的。狗熊帮你咬死了蛇？食人蛇当时要攻击落单的狗熊幼崽，狗熊妈妈发现后跟食人蛇搏斗，将食人蛇的舌头咬断，然后狗熊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了。一番说辞，漏洞百出，这真的会有人信吗？但是我的编故事能力就到这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片山上确实有不少狗熊，以前都觉得狗熊很危险，没想到今天居然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是啊，狗熊有时候还挺好的。兄弟们，来，把食人蛇的尸体抬起来，敲锣打鼓送下山。陈专家，这次杀蛇行动几乎都是您的功劳，还请您站在队伍最前方，迎接乡亲们的祝福。啊，我不。乡亲们，这一位就是斩杀食人蛇的大功臣，大家热烈欢迎！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！将家中最好的酒泼向别人，代表着对这个人最高规格的祝福，这是河西村的最高礼遇。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相信什么狗屁蛇神。我们河东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，必须更改。小卓，你干什么呢？好不容易战胜食人蛇，扭正了河东村民的错误思想，陈卓怎么还戴上了那该死的蛇神面具？疯了吧！河东村民的信仰并没有任何问题，你们错的是把食人蛇当成了蛇神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只要能正确认识到错误，那我觉得继续信奉蛇神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相信这片山是有蛇神存在的，不过请记住，蛇神是守护人类的，他不会伤害人类，更不会吃人。好，我们一定谨记陈专家的教导。小卓，你搞什么鬼？不趁机打破蛇神迷信，反而劝导河东村民继续相信，这不符合你的性格啊！蛇神不是迷信，蛇神真的存在。没发生啊？怎么净说胡话？我没说胡话，我真的看到了蛇神。
而且也是蛇神救了我的命，咬断食人蛇的头。你说什么？虽然我不清楚那是不是神明，即便不是神明，也是一条通人性、守护山林的友善之蛇。英哲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我们太过渺小，还需要多长见识。陈叔叔，谢谢你帮助村子除掉食人蛇，替我爹爹报仇雪恨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请你收下。这本事件簿是二丫期末考试获得第1名的奖品，她可珍惜了，从来都舍不得拿出来。谢谢，叔叔会非常珍惜这本事件簿的。另外，我已经将30万悬赏金分成2份，分别打进2位的银行账户，应该很快到账，你们查收一下。操劳好几天，总算是收到钱了，不负此行啊！钟大老板，我记得你好像说过自己买卖很大，每个月都上千万的收入，怎么这会儿才15万悬赏金，你就乐得不行？按理说，你应该看不上这区15万啊。喂，我随便说说的话，用不着那么当真吧？还在外人面前揭我的短，没劲儿。2位专家对不住啊，因为气象台说今天会有雷暴雨，飞机无法飞行，所以只能给你们买高铁票，时间久了点儿，辛苦2位了。没关系，高铁只是久了点，但舒适度比飞机好多了。我的妈，杀了我吧！岭西到宣城要足足坐12个小时的高铁，真是要命了。对了，你的半小时血清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啊？不太顺利，人力财力还有血清采集都不到位，没办法按原计划推进。不过我现在想拿宣城做试验点，如果能够在宣城顺利执行，就可以向全国推广。一个不挣钱、纯亏钱的公益性项目，哪个傻子会不惜代价的投入？除非你能让大领导认可你的项目，从国家层面批项目、批资金来支持你的项目计划。这我不是没想过，但是全国有那么多的项目，想要得到国家的专项扶持，想让自己的项目脱颖而出，谈何容易？资金的事我会再想办法的。亲爱的乘客朋友们，注意了，列车已进入群山区域，期间将通过多个山体隧道，最长隧道有15.28公里，请各位乘客注意安全。刚才那人看行李箱看得那么紧，肯定有不少好东西，等得手就又有钱可以赌了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天啊，有人晕倒了！乘务员，乘务员！列车9车厢一名乘客刚刚被不明生物咬伤，身中剧毒，命在旦夕。在此提醒各位乘客，如果发现列车上有任何可疑的生物，请立刻联系乘警或者乘务员。本来以为10几个小时的旅程会非常无聊，没想到一来就上强度，带有剧毒的不明生物，有点意思啊！我去看看。对不起，先生，9车厢内正在处理紧急情况，不方便进入。我是宣城动物研究所爬行类研究室的科长陈卓，对于剧毒生物有一定了解，我想进去看看情况。陈科长，请进。谢谢。蛇咬伤黄发男的剧毒不明生物是毒蛇，可是，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怎么会出现剧毒蛇？这也太奇怪了。这位先生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我的名片。陈科长，您觉得伤者是被什么东西给咬的？蛇？会不会搞错了？车上怎么会有蛇？蛇是怎么跑到列车上的？这个是你们工作人员要处理的问题，与我无关。我的工作只是确定伤者是被什么咬的，要怎么治疗。伤口咬痕呈倒八字，牙痕粗大，间距也比较宽，咬痕周围有明显的肿起跟水泡。伤人的应该是蝰蛇科的毒蛇。这就难怪了，难怪他被咬后人立刻就丧失了意志，昏迷不醒。蝰蛇科的毒性非常强，如果不及时注射血清的话，他会死的。可是高铁上哪来的血清？立刻联系最近的站台，让站台那边联系医院，将毒蛇血清准备好，然后列车一靠站就立刻上车注射血清。最近的是雁鸣市，大概2个半小时的车程。这么长时间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麻烦您做一下紧急处理，能撑1克是1克。好。正常来说，蛇是在地上游走的，一般都会咬人的腿、脚，可为什么它是手臂被咬？眼神闪烁，肢体动作明显表露出不安，这人有点奇怪。那个男人我觉得有点问题，想要列车长帮我调查一下他的身份。怎么，他跟毒蛇伤人事件有关？不好说。我明白了。陈科长，结果出来，您过目。看着倒是正常，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陈科长，看出问题了吗？所有人都退开，离得越远越好。救命！救我！我不想死。不要怕，我叫陈卓，爬行类专家，你按我说的做，不会有任何危险。你先放松身体，深呼吸，然后慢慢的把胳膊抬起来，平行于地面。
好，停！列车长，拐杖。陈科长，还有30秒左右，列车就要离开隧道了。一旦列车离开隧道，外面的阳光就会透过窗户照射进来。眼前这种喜爱幽暗环境的毒蛇会产生应激反应，胡乱咬人，怎么办？谁也没有办法让毒蛇加快速度。小周，我来帮你用那招声东击西嘛。好，到了这个地步，除了声东击西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办法可行。这是条什么蛇？说的太复杂，你们可能不熟悉。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俗家名字，叫五步蛇。既然已经确定了伤人蛇的种类，赶紧联系验明市站台，让他们通知医院，带上坚稳富的毒蛇血清，在站台等候。好，再联系了。能做的都做了，至于黄发男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蛇都逮住了，你还紧张什么？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特别是那个加克男。虽然列车长给我看了他的信息，并没有问题，但我总觉得那个男人不对劲。他信息在哪？也给我看看。信息在列车长那，我大致记得一些，好像是景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，叫魏大勇。魏大勇？怎么，你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我还跟他有过交易。这个魏大勇就是个没有底线的亡命徒，专门违规贩卖各种危险动物，行为比我恶劣10倍。五步蛇会出现在列车上，不是偶然，是魏大勇带上来的。你确定？列车的安检系统可是非常严格的，怎么可能随便让人把毒蛇带上来？我刚才在酒车查看情况时，碰到过一个行李箱是空的，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现在想来，就是蛇残留下来的味道。而且谁会带空行李箱上高铁？如果你说的属实，那魏大勇就涉嫌将危险动物带上列车，是违法的，同时也要对黄发男被咬事件负全部责任。我去找列车长，我跟你一起。车上乘客那么多，如果激怒魏大勇，极有可能会误伤无辜之人。我觉得当前最好还是按兵不动，先联系验明市警方，让他们准备好，等列车一停站，警方就上车抓人。确实这样处理比较好。雅雅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爷爷！蛇，旁边座位底下有蛇。我操！快去找陈专家过来。抓蛇专家在哪？快去4车厢，4车厢又发现一条5步蛇，有孩子被咬了。雅雅，你不要吓唬奶奶，奶奶经不起吓。该死的畜生！你敢害我孙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敢咬我，今天就要你死！老爷子，蛇都死了，还有必要装起来吗？有必要。妈妈咪呀，这什么玩意？都成2节了，为什么还能咬人啊？它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准确来讲是半死状态，蛇的脑袋掉了，短时间内还能存活。列车长，我觉得不能等了，现在必须将魏大勇拿下，得先知道魏大勇带了几条5步蛇上车。陈科长说的对，必须搞清楚列车上还有没有其他5步蛇，受伤的人已经够多，不能再有人受到伤害。不用那么紧张，在毒蛇走失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做好了被抓捕的准备。走吧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你不用问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我们这一行的规矩，人可以死，计划不能泄露。我不逃是因为我知道逃不掉，不要以为我是在向你们服软。跟我预想的一样，这个行李箱之前是用来装蛇的，从箱子里面残留的痕迹来看，蛇的数量还不少，肯定不止2条，危险尚未解除。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10分，距离抵达下个车站还有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，不是吧？我们还得跟毒蛇共度2个小时。魏大勇嘴巴硬得很，什么都不肯说。陈科长，你还有别的办法确定车上有多少毒蛇吗？没办法，让我试试吧，给我10分钟时间，让我跟魏大勇独处，我有办法让他开口。你打算用什么方法？阿倩，不能说。让你跟嫌犯单独相处10分钟，显然不符合规章流程，你不说出来我很难办。列车长，您就给我朋友10分钟，他还是有些手段的。行，就给你10分钟。不用做无用功，谈判专家也好，心理分析师也罢，你们的技巧在我面前都没有用。勇哥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不是你啊，真巧，你也有任务吗？我单干了，自己抓蛇自己卖。单干好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。勇哥，告诉我你带了几条5步蛇上车？行业规矩，不用我跟你多说吧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告诉我带了几条蛇上车，对于整体计划没有任何影响。更何况你的蛇弄丢了，计划已经失败。勇哥，你想想，死的人越多，事情闹大，警方肯定要彻查到底。到时候你不光是行动失败这么简单，你背后的买家、卖家、组织全都会被挖出来。你说的对，拢共8条。谢谢勇哥。怎么样，有结果吗？
魏大勇一共带了8条五步蛇上车。8条，现在才抓了2条，也就说车上还有6条五步蛇。列车都开了1个多小时，鬼知道那6条五步蛇游到了哪一节车厢，这下完了。还有2个小时不到进入下个站台，在这2个小时，我建议进入全员戒备状态，在保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发动全部乘客寻找出剩下的6条五步蛇。好，各位乘客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目前列车上还有多达6条五步蛇存在，请全体乘客留意座椅、行李架等容易藏蛇的地方，在保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寻找毒蛇踪迹。我们已经联系下个站台，等列车停靠之后，会安排各位乘客出站换乘。距离抵达下个站台雁鸣市站台还有1小时48分钟。奶奶的，人还能被畜生拿捏？大家一起找出来。就是2个小时不到，撑过去就好了。大家都精神点，互相帮助，共度难关。还有6条毒蛇，大家一起找。开门检查。敲什么敲？你知道包厢里的是谁吗？林静，娱乐圈顶流，吵到艺人休息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车上有剧毒的五步蛇，检查车厢是为了你们的性命安全负责，你怎么还不耐烦呢？毒蛇是在9号车厢发现的，距离我们1号车厢相差10万8千里，根本不可能游过来。再说了，蛇最喜欢那些穿得邋里邋遢的乡巴佬，可不是我们这种高级人员。照什么啊？真没素质，拿根鸡毛当令箭，信不信我一下高铁就找媒体曝光你？随便你，想曝光就曝，但是车厢我一定要检查。哎呀，油盐不进是吧你？陈科长，这个包厢的乘客身份特殊，我来处理吧。什么人啊？懂不懂规矩？我呸，真是没素质。陈科长也是公事公办，为你们好，何必动怒？行了，我们包厢我们清楚，在抵达下一站之前不要再来烦我们了。现在别说蛇了，就算是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静姐，您安心睡一觉，等抵达下一站，我会喊您起来。这还差不多，这一路糟心死了，早知道就不坐这破高铁。静姐，干什么？蛇，有蛇啊！钥匙来了。哎，天哪，这也太惨了！凶手都在这里，列车长，麻烦您处理一下。好，陈科长已经抓到7条，现在就剩最后1条了，继续找吧。真是纳闷了，怎么就找不到最后1条五步蛇呢？它还能插翅膀飞了？警方会在彻底清查车厢的，到时候应该能找到。有蛇！所长，你找我？小卓，来，给你介绍下，这一位是宣城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严磊。刑警，被刑警找上门，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陈科长你好。严队好。陈科长，听说您是蛇类专家，解决了不少蛇类危机，昨天还在高铁上解决了一起奸吻妇攻击人事件，了不起啊！严队过誉了，您来找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也不是重要的事，就是有一点小问题想向您请教。那个，能不能跟我说说一种叫黑曼巴的蛇？当然可以。黑曼巴的毒液为神经毒素，毒性极强，一旦被咬伤，没有及时得到治疗，数小时内就会导致死亡。那我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黑曼巴蛇？黑曼巴蛇是非洲特有的蛇类，我国都没有黑曼巴蛇分布，国内怎么会有人死于黑曼巴蛇呢？什么？我国没有黑曼巴蛇？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。我明白了，谢谢陈科长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童所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，只知道前几天南边一个小区发生了命案，似乎有人死于蛇毒。根据法医那边的化验报告显示，死者是死于黑曼巴蛇毒。什么？黑曼巴蛇毒？难怪刚才严磊会那么震惊，小区内发生命案还是死于一种国内根本没有分布的蛇毒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难道是有人通过地下市场偷偷采购黑曼巴蛇？这不是小卓吗？你咋来了？钟叔，今天没事，就过来看看你。朱英哲那个臭小子，要是有你一半好该多好，天天在外跑也不着家。你就别老拿我俩对比了，我给你带了啤酒跟凉菜，咱上去边吃边聊。不了，这空气好，咱就在这吃吧。也行。明明，出来，你个小瘪犊子！那谁家孩子这么皮？ 702的
这小瘪犊子皮得很，每天不是用水枪滋人，就是用弹弓射人，还经常在人家车上乱涂乱画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这么凶，不去找他家长吗？找了没用，人家大人就3个字，管不了。这个瘪犊子又在犯坏，不行，今天得替他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死老头，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为什么打你儿子？你心里没点数？你儿子拿着弹弓乱打人，你这个当妈的不管，我来替你管。我怎么教育孩子，用不着你个老东西来管。妈，我屁股好痛，你一定不要放过那个老东西，就他最爱欺负我。听见没？我儿子被你打疼了，你得给我儿子鞠躬道歉，还有必须带我儿子去医院做全身检查，要是有一丁点问题，你就等着赔钱吧。我被打，我还要赔礼道歉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什么情况？玲玲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别像妈妈。老东西，你把我儿子打坏了，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赔命。不能啊，我不就用扫帚抽了下，至于把人打死吗？你儿子不像是被打坏的，他像是中毒了，你还是先拨打120，把孩子送医院抢救要紧。对，打120，打120。严队，就是那个老东西把我孩子打坏了。我就用扫帚抽了一下，不能够啊。严队，孩子应该是中毒。陈科长，这么巧你也在？孩子的状况确实像中毒，只是……严队长，你是不是想说这个孩子的中毒情况跟你之前调查的案子类似？孩子也像是中了黑曼巴蛇毒。你怎么知道？童所之前跟我说过一嘴，我根据你的表情猜测了一下。而且刚才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报案，却需要刑侦队长亲自出马，就证明他们接警时就有所怀疑了。不过现在孩子的症状只是像被黑曼巴蛇咬，又不是一定被黑曼巴蛇咬，具体的毒素类型还得化验过后才能确认。严队，其实我觉得这案子有些不正常。哪里不正常？如果真是被蛇咬了，找出毒蛇就可以定案了。但问题是我刚才并没有看到蛇，孩子当时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，如果真的有蛇出现伤人，不可能没人看见。其实上一名死者也有同样的情况，死者身中黑曼巴蛇毒，但身上却没有任何毒蛇咬痕。什么？那蛇毒是怎么进入体内的？完全说不通啊！严队，在救护车来之前，能否让我先检查一下孩子的状况？我会很小心，不会乱碰。可以。还真没有任何咬痕，就连衣服都没有任何的破洞，这也太诡异了。中毒了却没有咬痕，那蛇毒是怎么进入到身体里面的？等等，中毒也不一定非得被咬，也可能是被注射了毒素。严队，你看。这个伤口不像动物咬的，看起来更像是用细针之类的东西扎的。严队，我建议对伤口做详细的化验分析，我怀疑黑曼巴蛇毒就是从这个伤口注入孩子体内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干嘛呢？一大清早吵什么？我们在聊黑曼巴蛇啊。昨天莲花小区的视频在网上传疯了，网友都很支持黑曼巴蛇整治熊孩子。网上出了个帖子，说黑曼巴蛇专杀垃圾人的。所以你们是在谈论案情？不是，我们是在辩论黑曼巴蛇该不该存在。当然不该存在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要是都像黑曼巴蛇一样，认为水是垃圾就直接杀人，那还要法律干嘛？可是现在社会上的垃圾人太多了，很多行为法律也不管，那我们遇到了就活该倒霉呗，凭什么好人就该受罪？陈科长，被你猜中了，2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被人注射了黑曼巴蛇毒。果然是谋杀，不过凶手是如何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毒液注射到受害者体内的？对了，那个孩子怎么样了？抢救不及时，死了。死因是查到了，但是我们怎么都想不到作案手法和杀人动机。目前2起案件的受害者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关联，而且2个小区相距几10公里，不知道凶手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俩下手。严队，你有注意到最近的舆论走向吗？舆论走向？很多人都说黑曼巴蛇的出现是对垃圾人的制裁。你的意思是凶手是以垃圾人为目标，专门遏制社会上的不文明行为？可能性很大。如果真是这样就麻烦了，目标人群太宽泛，根本无法确定凶手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的点对任何人动手。但是凶手作案有个前提，就是得当场遇见不文明行为，那也就意味着之前的2次作案他也在现场，只要将案发现场的人全都排查一遍，大概率就能找到凶手。虽然难，但好歹是个调查方向。出什么事了？
又发生命案了，受害者也是身中黑曼巴蛇毒，凶手还是一样的作案手法。这么快又动手，凶手越来越猖狂了。他在哪里动的手？地铁6号线圆饼大道站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女人因为在地铁上外放声音，跟一群人吵了起来，吵着吵着就倒了下去。地铁外放声音，又是一起针对垃圾人的特定灭杀行动。有人看到凶手是怎么动手的吗？没有，真的很奇怪。当时现场那么多人，要是有人对他做什么，应该被看得一清二楚才对。车厢内的监控设备都齐全吧？齐全，我带你去监控室。科长，你看，又死人了。这次是在地铁上，不得了啊！这黑曼巴蛇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人，有点恐怖过头了。视频发我一份。行。程远红，程远红也住莲花小区，一家人和钟叔关系不错。程远红的母亲是居委会主任，1个多月因为调解一起遛狗不拴绳的事件，被人用刀捅死。我记得上次明明中毒时，程远红背着书包经过，这回又出现在地铁上，同时出现在2宗案发现场，未免太巧合了吧？小竹，你一大早过来干什么？不用上班吗？钟叔，我想要你陪我去一趟程远红的家。啊，你去干嘛？我觉得孩子挺可怜，买了点礼物带给他。算你有心，那走吧。有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我大侄子听说了你们家的不幸，特地买了点礼物给远红。谢谢啊，里边坐。家里乱，别介意，坐沙发吧。你们家远红真了不起，得了这么多的奖项。还行吧。其实我们家远红还喜欢机械研究，有事没事就在家进行各种机械设计跟组装，也参加过很多的科技大赛呢，那些都是他拼的。做工好精巧，很厉害吗？小小的一只蚊子，竟然用了这么厚的笔记本来记录研究，数据比数据库都优秀。程远红为什么会对一只蚊子那么感兴趣？我看远红对蚊子感兴趣，应该是在进行仿生科技研究。那他对别的动物有研究吗？比如老虎啊、狼啊、蛇啊之类的？没有，远红对其他动物不感兴趣，只研究蚊子。他说蚊子身上有很多宝，如果人类能够研究得当，运用到科技领域，将会对科技发展产生巨大的帮助。真是一个有思想高度的好学生。那个厕所在哪？我有点急。那个就是家里没有一点蛇的痕迹，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那2个人的死跟程远红没关系。刚才所里来电话了，我就先回去忙了。哟，陈科长回来了，原谅我不请自来。你有什么新发现没？地铁6号线死了一个女人，化验单出来，这次的结果跟之前2起有点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毒性变强了，主要毒素还是黑曼巴蛇毒，但里面同时混合了其他毒素，导致毒性增强。事情往更加恶劣的方向进展了。我要不要把程远红的线索说出来呢？可是我手里没有实质性证据，到时候冤枉了人怎么办？陈科长，你知道一个叫做程远红的吗？我查监控的时候发现他就在地铁6号线上，我记得上一个受害者明明跟他也是一个小区的，还有第1起案件的受害者跟程远红的外公是一个小区的，3起命案他都在场。好家伙，原来严磊也发现了这个关键，不愧是老刑警。我来找你是想你帮我去程远红的家中调查一些东西，因为现在情势复杂，我们刑警还不能过去，我希望有个与警方关联不大的人来帮忙参与调查。我帮不了你这个忙啊，因为我刚刚从程远红的家里回来，再去的话肯定会引起怀疑。什么？你去过了？程远红的母亲就是被垃圾人杀死的，他对垃圾人肯定痛恨至极，所以我就猜想程远红会不会是凶手，但我没有证据，就去他家走了一趟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你居然比我们警方更快发现这条线索，佩服佩服。那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发现任何黑曼巴蛇的痕迹，也没有发现能够杀人于无形的武器。严队，你那边的监控有高清版本吗？我想看看。之前乘客拍的视频有点模糊，总感觉漏掉了一些关键信息。有。严队，你看，那个女人倒下之前，有一只蚊子飞到了她的脖子上，叮咬了她，她还做了个拍打脖子的动作。地铁里面有蚊子很正常吧？正常人被蚊子咬了都会用手拍死啊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程远红一直致力于蚊子的研究，而且他机械设计能力也很强，他完全有能力造出蚊子造型的机械。你的意思是程远红发明出机械蚊子，利用这种蚊子杀人？没错，只需要将黑曼巴蛇毒放在科技蚊子的体内，再通过叮咬的方式将蚊子体内的毒液注射进人体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人中毒。他区区一个高中生，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步吗？我不知道，
但这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猜测，不去查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？我现在就带人去程远红家里仔细搜查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伟大的黑曼巴蛇，我是一名正在准备考公的女生，每天都要忍受楼下广场舞大爷大妈的吵闹，不仅休息不好，连书也看不进去。如果您真的存在，能不能显灵救救我？我快要被折磨死了。真够可恶的，这帮老东西，这件事我管定了。蛇兄，我需要再多提取一点毒液，才能100%毒死那些老东西。辛苦你一下。警察，开门！你们有什么事吗？程远红在家吗？半个小时之前离开了。离开了？去哪里了？说是去同学家，会晚点回来。具体去了哪里，我不知道。现在警方怀疑程远红跟3起谋杀案有关，需要搜查屋子，请你配合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儿子不可能杀人的。有没有杀人需要你们配合调查了才知道。抱歉让让。陈科长，我需要你帮我看看房子里面有没有黑曼巴蛇的存在。放心，交给我。一点蛇的痕迹都没有，会不会程远红并没有把黑曼巴蛇养在家中？小宋，电脑密码破解一下，或许能查到点有用的东西。啊！严队，我知道程远红去哪里了。你查到什么了？这是程远红最后浏览的帖子。程远红他恐怕又准备为民除害了，而且这次程远红的目标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，地点在隔壁市。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。程远红，你千万不要乱来啊！这可是我全部的家当，还有这瓶加强版毒液，只要沾上一点，必死无疑。待会儿好戏就要上场了。都别跳了，快回家去。我们就是跳个广场舞，你们警察怎么天天来找事儿？有完没完了？大爷大妈们，我们这回真不是不让你们跳广场舞，我们接到上级通知，有犯罪分子盯上你们了。如果不及时撤离，大家都会有性命危险，请你们配合行动，赶紧撤离。你吓唬谁呢？犯罪分子不去抢银行，跑来跟我们一群老年人抢地盘跳舞，有病啊！你们不就是嫌弃我们烦，想赶我们走吗？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们是人民警察，不是骗子，不会用肮脏手段欺骗大家。请大家相信我，罪犯可能已经在附近，随时会动手杀人，很危险的。大家赶紧散开，赶紧回家躲避。要是罪犯真的在这附近，你们这么多警察不去把罪犯抓起来，跑来赶我们干什么？说得对，罪犯要真来了，这么多警察还抓不住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真有罪犯，他一个人打得过我们几十上百人，怕个屁呀！猎杀时刻到了。严队，你看，这声音不对，不像是蚊子，更像是机械的声音。不对，这是程远红操控的机械蚊子。如果那些蚊子身上都被程远红灌注了黑曼巴蛇毒的话，这么多的蚊子同时袭击人群，结果不堪设想。黑曼巴蛇来了，天上的蚊子就是蛇毒武器，大家快跑！天降正义，垃圾人死死死！你们这帮垃圾都给我去死！严队在那。程远红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蹲下。你们这些垃圾，现在知道黑曼巴蛇的厉害了吧？程远红，快放下武器，否则我开枪了。程远红伤人案导致了26人死亡，79人受伤，属于特大伤亡事件。程远红被严磊当场击毙，机械蚊子和蛇毒被警方统一销毁。程远红的父亲收到儿子的死讯后，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。陈科长给你带了份礼物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，有没有兴趣猜一下？蛇还是程远红养的那条黑曼巴蛇？聪明，一猜就中。这玩意长得也太恐怖了，光是这么看着，我就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。真佩服你们这些成天跟蛇打交道的人。对了，这个也给你。这是临时裁盘的企业大楼下个星期大楼竣工，要进行剪彩仪式，邀请各个部门参加。我最近要忙程远红的特大伤亡案件，没时间也没有脸去参加，所以我打算把机会让给你。严磊绝对不是因为没空或者没脸才不去参加，大概率是严磊为了报答我的帮忙，这份邀请函的含量可不是一般的高。陈科长，我听说你一直致力于什么半小时血清计划，苦于资金欠缺，技术不成熟，不如趁这次剪彩仪式多认识一些上流社会人士，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。谢谢。嗨，谢什么？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先走了。老刘，我这边已经搞定陈卓，
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这边也搞定了，下周的剪彩仪式，江兰肯定会到现场。红绳已经牵好，能不能在这次剪彩仪式，既实现梦想，又修复婚姻，全看陈卓争不争气了。小卓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，剩下的看你自己了。哦，你快来看，快去通知林少。林少，咱得赶紧停工上报，让专家过来处理这些蛇。不行，一旦上报，最少也得1个月的时间。下个星期就要进行剪彩仪式，邀请函都发出去了。现在跟人家说取消，别人会笑话我们林氏连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公司以后在宣城还怎么立足？可是不把蛇弄走，也没办法继续动工啊。那就把蛇全杀了，再找个地方埋了。记住，别声张。不行啊，蛇是有灵性的，这么做会遭报应的。什么狗屁报应？你就是迷信，去，按我说的做。丧良心的事我不干。那你们去，一帮废物都不敢是吧？那我自己来，统统给我去死！滥杀无辜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这种事都要我亲自动手，养你们有个屁用！赶紧把那些尸体挖出来，找个地方埋掉。还好三儿这小子机灵，人家工程队叫他把蛇都给埋了，他还知道偷摸给我留2袋蛇，这蛇埋了多可惜啊！做成菜还能大赚一笔。啊！没想到江兰也来了，怎么没人通知我一声？不过他今天真好看。陈科长，我是红冕生物医药公司的董事长段荣，能有幸跟你认识一下吗？段董，您太客气了。是我眼花了吗？为什么感觉天花板上雕刻的蛇在游动？看什么呢？科长，我怎么感觉那些雕刻的壁画活过来了一样？刚刚我好像看到广目天王手臂上的蛇真的在游动。雕刻就是雕刻，即便再怎么像活物，也不会真的变成活物。我知道，可我刚刚真的有看到那条蛇活了过来，游来游去，还口信子。哎，它现在怎么不动了？可能是你眼花看错了。好了，别纠结了。奇怪，也没有任何蛇的踪迹啊，是我出现幻听了吗？本次活动，林氏财团打算加深跟宣城各行各业的合作。到场嘉宾不管什么身份、什么职业，都可以提交项目方案。只要被选中，林氏财团会不惜代价助其达成目标。说的那么好听，还不是想博个好口碑，方便赚更多的钱？在场的有几个不想赚钱？你别怪林之前说的什么，最后有掏钱不就行了？说的不错。下面，请各位提交方案吧。我们收到方案太多，第一轮的挑选最少也得2-3个小时。为了不让大家无聊，我在22楼的休闲大厅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以及文娱表演，还请众位前去观赏。不好，有情况，有人对监控做了手脚，到场嘉宾有可能出事，快联系安保队，直接去找安保队说明情况。门打不开了，快来帮忙！有人吗？快来人！外面来个人，开门啊！22楼的宾客正在惬意地享受美食和游戏，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来临。众人能否从大楼里安全逃生？陈卓的半小时血清计划又能否得到林氏财团的支持？